丁女士真是善心人，让我们再次给她些热烈的掌声。本来我是很喜欢那副耳环，很想把它拍下来，60多万嘛，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很划算的，而且呢还做了善事。来看这边。不过呢，对方好像志在必得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我就只好放弃了。相信丁女士也不会在意的。丁女士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当然，做善事嘛。这下你怎么跟爸爸解释？长青啊，我刚刚真是太高兴了！要下次你有这样的事儿还找我玩啊？这种事情你都能玩得这么开心啊？当然，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爱玩。不过刚才是挺好玩的，你看丁雅琴，最后喊80万，对呀，然后那脸瞬间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他刚才脸都绿了，我真怕他不敢再跟我继续飙下去啊！放心吧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他现在呢就是土鸡急于变成凤凰。你说他怎么可能会在那么多人面前丢面子呢？一出手就80万，这女的也太豪爽了吧！用80万买副耳环，一看就不是为了慈善。当然不是啦，是打着慈善的幌子，显示自己是董事长的女朋友，财大气粗呗。听说这个女人啊，是为了争面子才把价格抬那么高呢。要不是人家早收手，还不知道抬多高呢。原来咱们董事长喜欢那样的女人呐！对，一看就是被金钱包围的，俗不可耐啊！就是啊，跟沈一如小姐比起来啊，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一个凤凰一个麻雀，真不知道董事长是怎么看上她的。嘿，现实版灰姑娘出手豪迈，狂砸80万，震惊全场。佳慧，那80万的事情，你爸爸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他很生气，他现在让你和长青都回家里来。你记住了，你我回来之后，一定要配合我演一场戏，一定要找机会和长青打起来，制造混乱，越乱越好，听见了吗？我知道了。还有，你爸爸如果坚持要叫救护车的话，你一定要抢先打电话，因为我和李大夫已经说好了，一切他都会安排好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记住了，到时候我一定全力配合你。这个黑锅沈长青背定了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喂，李大夫，我这边都安排好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2个小时之内，我应该就会流产。看看，啊！看看你们穿了些什么！我跟你们说过了，这就是个慈善晚会，穿得高雅得体就好了。你倒好，啊！你是怎么打扮的？打扮得这么奢华，这么俗气，你到底是去做慈善，还是去炫富的？长不长脑子呀？对不起，魏森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爸爸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对，还有你，长青，你自己看看。长青啊，我一再跟你交代，你丁阿姨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啊，让你好好盯着点，别让她丢人。可你是怎么做的？好了，现在闹得满城风雨，你高兴了是不是？魏森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什么都不懂。哎呀，你们潘叔叔，都怪沈长青。那天他故意一晚上都没说几句话，就在旁边看着我们被人嘲笑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妈也不会为了争一口气拍下那么贵的耳环。他是故意看着我们出丑的。长青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我呢？我自认该做的我都做了，你就是不肯接受我。你不喜欢我，甚至排斥我，这都没关系。
可是你不应该在那么重要的场合拿你爸爸的面子开玩笑啊！在走之前，我们那么真诚地征求你的意见，可是没想到，贝森，这都是我的错，你就不要怪长青了。长青年纪小，都是我的错，给你丢了面子。妈妈，不要自责，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？你现在怀着弟弟，伤心过度了，对弟弟不好。雅晴啊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太激动了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。啊，你没事吧？贝森，你就不要再怪长青了，他还小不懂事，这都是我的责任。啊，贝森，你不要怪他。你没想到，你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这套，背着爸爸欺负你的丁阿姨和你的姐姐。长青啊，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爸爸呀？爸爸，事情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的。没错，在晚会之前，阿姨是问过我的意见，可是我让她听设计师的，设计师让她只戴项链，不要穿皮草。可是她又觉得那样子会丢面子，怕被别人瞧不起，她根本就没有听我的话。你说我怎么办？爸爸，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设计师当时也在场，你可以去问他呀。长青说的是真的吗？不，长青，你根本就没有说过不能穿皮草啊！阿姨，你就不要再装了。你的那些心思，就算我不说，爸爸也是清楚的。你分明就是想在晚会上出尽风头，难道是我逼迫你们穿成那样子的吗？沈长青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根本就是你想诚心害我们，让潘叔叔丢脸。丁佳慧，你们母女俩犯了错，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就算我没有提醒你们，爸爸是不是也给你们请了设计师？你们为什么不听设计师的话？如果你们要是听设计师的话，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不想给你丢脸，我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维森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肚子又不舒服了。雅琴，沈长青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跟大家好好介绍我们？你故意跟我们撇清关系，不就是想让我们被大家看不起吗？妈妈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才花那么多钱的。丁佳慧，你不要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，行不行？当时阿姨在竞拍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说过要打电话问一下爸爸的？是阿姨不让我这么做的。我现在能做的、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难道你让我强行在大家面前阻止你们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承认我是你姐姐？我们两个又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凭什么要承认你是我姐姐？长青，佳慧一直把你当亲妹妹，你不应该这样说佳慧啊。好了，别激动啊！你根本就是瞧不上我们，我妈妈对你那么好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处处跟我们作对。你妈妈再好也早死了，她不管你了，也不想想这么些年是谁照顾你。丁佳慧，你凭什么跟我妈妈？佳慧，我跟你拼了！干什么？都住手！别打了！真的了，别打了！你不要这样！我在讲我，你别说我了，叔叔他欺负我！叔叔，雅琴，沈长青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你欺负我妈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我妈妈怀孕了，还替她肚子，你是不是怕我妈妈生下孩子来跟你争家产？妈妈，叔叔，妈妈流血了！混账！雅琴，怎么办呢？雅琴，贝森，赶紧打电话给医生。好，我的腿。雅琴，沈长青，走开！好狠的心啊！雅琴，你怎么样？带我去医院找我的主治大夫。好，马上，小心。等下，爸爸。急救课上老师说过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不能搬动病人，必须要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潘叔叔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赶紧送妈妈去医院啊！爸爸，救护车！快，叫救护车！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小心！不行，你不能去，我去打。谁知道你会搞什么鬼啊？雅琴，快带我去医院！雅琴。
生，我是丁雅琴的女儿，我妈妈说让你赶紧安排救护车过来，越快越好。雅琴，忍忍，再忍忍啊！妈妈，救护车很快过来。快来了，雅琴，你再忍耐一会儿啊！长青，你不要害怕，阿姨是不会怪你的。雷森，你不要怪长青，他不是故意的。行了行了，沈长青，如果我妈妈和我弟弟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长青，如果我的儿子出了什么问题，我饶不了你。爸爸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刚刚也在，我没有碰到阿姨，明明是她在冤枉我。不是你打的，难道是我打的吗？沈长青，事实可由不得你狡辩。潘叔叔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故意打的妈妈。沈长青，你刚才不是说恨死我们了吗？你就是巴不得我妈妈生不出弟弟来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碰到阿姨。爸爸，长青，你别害怕，雅琴，你不要乱动，别乱动，好吗？阿姨是不会怪你的。妈妈，他都把你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就是因为你一味的纵容他，对他太好，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潘叔叔，妈妈好不容易有了弟弟，长青实在是太狠毒了。医生来了。姑爷，江医生来了。江爷爷，你来的正好，我阿姨怀孕了，然后她刚刚不小心摔倒了，流了好多血，你快救救我弟弟吧。是啊，江老先生，麻烦你了，快点给他看一看吧。别着急啊。不要，我一会儿要去医院，省得别人再给我看的话，再听出什么。雅琴，不知道你从哪里找了个老头子过来，我才不会让他给我妈妈看病呢。沈长青，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啊？是不是不把我妈妈肚子里的孩子打下来就是不甘心啊？潘叔叔，不要相信他，不要让他找来的医生给妈妈看病，他一定没安好心。你闭嘴！你胡说什么？江老先生是中医院的老院长，要是他都没有办法，就没人能救你弟弟了。江老先生，你别介意，小孩子胡言乱语，您别计较，快给我太太看病吧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佳慧，怎么流那么多血？哎，我来看。雅琴，雅琴，你冷静一些。我一会儿要去医院的，雅琴，我不要别人给我看。你别动啊，阿姨！你冷静一下，雅琴。阿姨，让我给你。如果是江爷爷帮你看病的话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会没事的。是潘太太，先让我给你把脉，这样对你的病情和安胎都有好处的。是啊，别着急，我求求你了啊！我不要，阿姨。雅琴，你冷静一些。我要去医院。雅琴，佳慧，快过来帮忙！放开我！长青，你冷静点！佳慧，你胡闹什么？潘叔叔，不要让他知道！不要！让江老先生好好给你妈看一看。你冷静一点，阿姨。江爷爷，佳慧，你别再胡闹了！不要这样，佳慧！阿姨，你别动啊！阿姨，佳慧，阿姨，马上就佳慧。不要！放开！救护车来了！放开我！潘太太，救护车来了！我不用你请的人来给我看病，佳慧，别再闹了！我要去医院，我要去医院！雅琴，太太，滚开！快！对不起，请问一下，病人在哪儿啊？病人？有把输血带藏在身上的病人吗？哼！威森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走开！江老医生，麻烦你给他看一看，看看他肚子里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。你可以再往前一步。江爷爷，
你还是帮我阿姨看一下吧。不许乱动！回来！江某才疏学浅，从丁女士的脉象里，我诊不出是喜脉，还是到医院做 B 超检查吧。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可能是我们搞错了。容妈，送客。医生，跟我来吧。你们这怎么回事嘛？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了，江某就先告辞了。谢谢您，江老先生。告辞。我还是送一下江爷爷吧。江爷爷，今天真的是太感谢您了，改天长青一定登门拜谢。孩子啊，你还记得你外公在世的时候，我经常跟他坐在那儿下象棋吗？当然记得啦，外公他棋品不太好，还经常毁棋。我既是你外公的私人医生，又是你外公的好朋友，你呀，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在我心中，你就如同我的亲孙女一样。所以啊，即使我已经退休了，年纪这么大，还拄着拐杖，可是只要你叫我，我一定会赶来帮你。你早就知道丁女士是假怀孕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江爷爷。从刚才的情形看，你在这里的日子也并不那么好过。小小年纪，也难为你了。前几天你突然约我上门，要为丁女士调养身体，今天又10万火急的把我接过来，我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儿。刚才的情形啊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江爷爷，真的对不起，长青应该跟您说实话的，让您失望了。我满怀热情而来，没想到我原来只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，我只是你手中的一颗棋子，你江爷爷心里难受啊。江爷爷，长青错了，长青不是故意的，但是长青真的很害怕，不可以出一点点差错，所以希望您能原谅我。孩子，别哭了，江爷爷不怪你。通过今天的事情啊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我只是想提醒你说，你不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去伤害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人。当然了，我是不会和你计较的，可是你的人生之路还很长很长，江爷爷不希望你满怀仇恨啊，以后去做那些会让你一辈子追悔莫及的事情啊。对不起，江爷爷。好了，孩子，别哭了啊！以后有什么事啊，尽管叫我。长青啊，你是沈氏唯一的血脉，如果你在这里的日子不好过，就搬出去，咱们沈家的这些老朋友一定会为你讨回那应得的一份啊。谢谢江爷爷，您可以原谅我，但是请您放心，长青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您不用为我担心。孩子，刚才实在是太险了，要不是你及时的让我把江医生请来，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容妈，等我进去以后，
你赶紧给江爷爷打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一趟，千万不要耽误了。小心点。虽然我们这次的计划成功了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不足，我怕他们会起疑心，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爸爸相信我。刚才所有发生的一切，我们并不是掌控者，而是参与者。孩子，从今以后有场硬仗要打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敢骗我！菲斯，是我错了，菲斯，我真的不是有意骗你，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，给佳慧一个完整的家。菲斯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给我闭嘴！丁雅琴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做梦都想要一个儿子。为了要一个儿子，我冒着被婶婶那些老臣排挤的风险，硬是要给你一个名分。为了让我的儿子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出生，低声下气的恳求欧海洋，我还承诺他要给他一大票股份。为了让他永远闭嘴，我甚至不惜菲斯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想要骗你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丁雅琴，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我得到的竟然是一个荒唐的骗局。丁雅琴，你把我当成猴子耍得团团转，你还想让我原谅你？你做梦！爸爸，别打了，不是妈妈的错，妈妈不过是想名正言顺的嫁给你。你要多想一想她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多想一想。你给我闭嘴！差点忘了，这事儿你也有份。你们母女俩串通一气来骗我，啊！我还真的是小看你们了，没想到你们的胆子这么大，啊！我做错了事情，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是你不要让你的女儿沈长清给骗了，你女儿沈长清，她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行了行了，她一定是早就发现了我假怀孕的事情，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，那个姜老医生就会出现？他怎么会发现我绑在腿上的血袋？爸爸，他们两个四处招摇，把您的脸都丢光了，现在还敢在这里乱咬人，真是太无耻了。菲斯，你要相信我，他从一开始就装模作样，他一定是故意打我的肚子，引我上当，然后让姜老医生来及时戳穿我。沈长清，你的心机实在是太重了。长清啊，你告诉爸爸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丁阿姨怀孕是装出来的？爸爸，丁雅琴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明明就没有身孕，可是你却要欺骗我爸爸说你怀孕了，而且你为了掩盖这个谎言，你要把流产的事情推到我身上。幸好今天江爷爷来了，如果他要是没来的话，那我岂不是成了杀人凶手了？你真的是居心叵测，你太过分了！沈长清，你要别骂我！干什么？爸爸，他们两个欺负我，你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，你都不知道她假怀孕，我一天也见不了她几面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他们两个一定是怕你责骂，所以才怪到我的头上的。长清，那江医生为什么来得这么及时啊？爸爸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，要相信这个坏女人？你要相信这个外人呢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要请江爷爷过来帮阿姨调养身体的，可是江爷爷一直没空。今天他突然打电话过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凑巧啊。没错，你前几天确实跟我说过这件事情。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为什么我不知道啊？丁雅琴，你不要用你恶毒的小人之心来揣测别人。我之前是好心好意邀请江爷爷过来帮你调养身体，可是人家江爷爷德高望重，我是怕请不动他，所以才没有告诉你。回来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哪有时间跟你说这些呢？你说都是巧合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儿？如果我早就知道你假怀孕的事情，我用得着现在才告诉爸爸吗？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他的。难不成我是能掐会算，知道你今天要陷害我？
如果我早就有这种神机妙算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进我们家门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相信今天的事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他早有计划，他早有预谋。行，你们要不就不相信我，要不就陷害我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我不要再受这样的委屈，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，让大家来评评理。哎，长青！哎，长青！哎呀，好了，爸爸相信你啊，你是爸爸的女儿，爸爸不相信你，还能相信谁呢？但是这件事情啊，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啊，长青，哎呀，好了，爸爸，你是长青唯一的亲人，长青只能相信你，可是你不相信我，我真的不会骗爸爸的。好了，爸爸知道，你是爸爸的女儿，你怎么会跟爸爸作对呢？长青啊，乖，别难过了啊，爸爸不好，爸爸跟你道歉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给我滚回房间去！惠森，求你原谅我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我不是想骗你，我就是太爱你，我不想失去你啊！我也是说一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滚开！惠森，李雅琴，我们的婚事吹了，但是，我暂时还不会赶你走，你别想多了。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你，而是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惠森，只要我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给你当佣人，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许你再进我的房间。只要你肯给我机会，让我改正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我也让你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，魏森，我不是想骗你。走开，丁雅琴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你把我当猴子耍了一圈还不够，你还想骗我？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。李森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？你别这样阴着个脸嘛，让人看上去怪害怕的，啊！来，魏森，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这是限量版的袖扣，让我抢购了一对，你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？蠢货！除了胡乱花钱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你花了80万，啊，拍了一副根本值不了几个钱的破耳环，还四处招摇，害得公司的董事们召开临时董事会，集体讨伐我。对不起，魏森，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。自从我接任董事长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遭到董事们的集体围剿。丁雅琴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啊！魏森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我当时是一时昏头了。不过，咱们这么大的公司，那80万不算什么的。哼，花了80万，赚了个砸公款，为自己出风头的坏名声，还让全世界的人嘲笑我潘美森找了个爱显摆的蠢女人。好了，现在公司的董事们要求我自掏腰包拿出这80万来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那个人果然没有骗我。这些资料如果被公开，对我实在太不利了。欧海洋，没
没想到你竟然调查我！爸爸，你找我啊？哦，长青啊，来，坐下啊。什么事啊，爸爸？长青啊，这阵子我们沈氏在海外的几个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的都不是很顺利。公司内部有些人想借此搞鬼，希望爸爸在这些项目上落马。可是这些项目都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撤资，损失会很严重。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呀？没有办法。爸爸因为持股的比例不够大，在董事会没有足够的话语权。如果那些人联起手来反对我，爸爸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爸爸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公司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我还经常惹你生气。不过长青啊，如果爸爸能掌握更多的股权，这就不是问题了。所以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如果你能把你欧叔叔留给你的那6%的股份授权给爸爸管理，那些反对派再想搞鬼啊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等爸爸解决了这些麻烦事啊，就把那些股份再还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爸爸，说什么还不还的，反正现在我手上的那些股权也用不上。我们是父女嘛，我的就是你的。那真是太好了，长青啊，爸爸谢谢你。爸爸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还说什么谢不谢的？哈哈哈哈。阿姨，你不是不喜欢看这些东西吗？怎么，你也想玩股票？难道我爸爸给你的钱不够花吗？我不喜欢财经报道，也不喜欢股票，可是我也得看，得学习，这样我跟那些富太太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有的可聊。是吗？沈长青，我出身不好，懂得也不多。可是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犯2次。你费尽心机的想破坏我和韦森的关系，你只是暂时得逞。我和韦森20多年的感情，不是你能够离间得了的。阿姨，那我也告诉你，只要有我沈长青在一天，你就休想取代我妈妈的位置，成为沈家的女主人。是吗？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好啊。长青啊，把这份文件签了，相关手续就算完成了。爸爸真该好好感谢你。爸爸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还说什么谢不谢的？哈哈，来签吧。哎呀，糟了！怎么了？潘总，沈小姐，实在对不起啊，今天这份文件里有份附属协议，我忘记带了，非常抱歉，今天这个授权协议啊，签不了了。哎呀，王律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身为沈氏多年的特聘律师，怎么能够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？潘总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实在抱歉。我知道您公务繁忙，我这就回去准备，下次保证不出任何纰漏。爸爸，咱们这次通知王叔叔也太匆忙了，难免会有一些疏漏，咱们下次签也不要紧的。啊，是啊，王律师啊，是我太着急了，下次啊，我一定提早通知你。啊，
那天我是故意找借口中断签约的。为什么？我是希望能够在你签授权书之前，有机会单独跟你聊一次。当初欧海洋先生在自己的遗嘱里将自己的股权留给你，想必呢是有他的用意的。欧先生应该是希望能够让你拥有更多对沈氏的控股权，将来更好的接手沈氏，保全沈氏不落入他人之手。可是现在呢，你这么轻易地转让给你父亲，那欧先生的一番苦心，岂不是白费了？王叔叔，我爸爸现在在公司遇到一些危机，我只是暂时把授权给他。我想，如果欧叔叔在世的话，肯定也是希望沈氏会越来越好的。长青，我这么说没有任何诋毁你父亲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在股权转让这件事情上再好好考虑考虑，这也是对欧先生遗愿的尊重，你说对吗？王叔叔，谢谢你的好意和提醒。来，长庆啊，吃早餐。容妈，我刚刚已经喝过一杯牛奶了，一点都不饿。牛奶怎么能当早餐呢？三餐之中啊，早餐是最重要的。不按时吃早餐呢，会闹胃病的。来，吃点早餐啊。好，好，好。您呀，总让我这么吃，总有一天会把我喂成猪的。长青长得那么漂亮，就算是容妈把你喂成猪啊，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猪。容妈，我是猪吗？容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心脏病犯了？药放在哪儿了？我去帮你拿。在我兜里，兜里。容妈，你坚持一下，来，慢点啊。怎么样？好点没有啊？容妈，容妈，你别吓我！你怎么了，容妈？容妈，你别吓我呀！容妈，我去叫救护车，你等一下，你坚持一下。容妈，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你别瞎担心。黄叔叔，容妈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容妈长期患有肺性心脏病，这次幸好及时发现，送到了医院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怎么会呢？容妈这些年一直在吃药，而且控制得非常好。可是最近，为什么这些药都没有效果了呢？要不然，我们给她换一些最好的药，医药费你不用担心，我来承担。以容妈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光靠吃药控制，疗效恐怕不会太好，而且还会有危险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需要住院治疗，出院之后呢，也得好好休息，不能过于操劳，更不能让她受刺激啊！乔姐，哟，长青，听说蓉姐病了，好点了吗？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乔姐，我听说西红柿粥对心脏病人特别好，你教我做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想亲自做给容妈吃。哎，真是有心的孩子呀！来，进来。
潘伟森在新加坡注册了离岸公司，这3年多分多次把沈氏的资产转移到离岸公司，数额巨大。初步估算，合抵沈氏旗下6、7家公司的资产。此外，这3年沈氏创始人沈真月指定的定期慈善款项也被改了汇款账号，全部汇入潘伟森私人账户。截至这封邮件发送前1天，潘伟森的最后一笔款付给了图片上这个男人，是现金交易，数额100万。这个侧影怎么这么眼熟？像是在哪里见过。